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不吃药自然降胆固醇的好方法。说到胆固醇，人们常常认为它是有害的物质，但其实胆固醇在人体内扮演着一个重要而且多功能的角色。我们的身体需要胆固醇，胆固醇在构造组织细胞、分泌激素等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。胆固醇在神经系统中也具有重要作用，包括维护神经元膜的稳定性和功能。它还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信息传导。胆固醇还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，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损害，维持细胞的健康和稳定。尽管胆固醇对于身体是必须的，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生物分子，在人体内过多或者是过少都可能引发问题。对于胆固醇而言，我们更关心的是胆固醇过多的问题。许多人在体检报告中发现胆固醇超正常的范围，这就引发了人们的担忧。胆固醇当中有一种称为低密度脂蛋白的坏胆固醇，会在动脉的血管中形成斑块，出现动脉粥样硬化，增加患脑梗死、心脏病以及周围血管病变的风险。相反，另一种被称为是高密度脂蛋白的好胆固醇，有助于从血液中去除坏胆固醇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。血脂升高通常意味着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升高，而高密度脂蛋白不足，这非常不利于健康。来自50万中国社区人群研究显示，总胆固醇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，脑梗死的发病风险增加了 17%。 另外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，低密度脂蛋白每降低1毫摩尔每升，人群因冠心病死亡的风险降低了 19%， 心肌梗死、脑梗死等严重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 21%。 还有一项队列研究发现，高密度脂蛋白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，脑梗死的风险减少 47%。 所以严格的控制血脂水平是预防脑梗死的重要方法。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大量的观察研究表明，不吃药可以通过以下10种方法有效地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，以及提高高密度脂蛋白水平。第一，仔细阅读食品的营养标签，避免反式脂肪。平时去超市购买食品时，应该仔细地阅读营养标签。营养标签可以帮助你避免胆固醇水平最糟糕的成分之一——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也被称为是氢化油或者是部分氢化植物油，是一种很不健康的脂肪，可能对食品制造商有好处，有助于延长食品的保质期，便于运输和储存，但是对于人体的健康极其不利。反式脂肪在许多加工食品中很常见，比如奶油蛋糕、爆米花、奶茶、汉堡包、油炸食品等。研究表明，反式脂肪坏的作用就是一方面提高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，而另一方面降低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。因此，如果你真的想降低胆固醇，请阅读营养标签，并尽可能的避免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不是人体必须的，所以完全不摄入对身体无不良影响。第二，选择饱和脂肪较少的肉类，如鱼或者是鸡肉。饱和脂肪是坏的脂肪，但人体也是需要一部分的。不过一定要控制摄入量，要少吃红肉，包括牛肉、猪肉、羊肉等，它们富含饱和脂肪，摄入过多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。我们应该选择替代红肉的更健康的食品，可以多吃一些白肉，包括鸡肉、虾肉、鱼肉，它们含有饱和脂肪低，但含有健康的脂肪，比如不饱和脂肪和欧米伽3脂肪酸较高，有助于提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，从而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第三，摄入足够量的可溶性纤维。纤维可以帮助人体保持消化系统健康。可溶性纤维会在肠道中吸收胆固醇，有助于降低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。许多蔬菜水果和谷物富含可溶性纤维，
这些纤维能够帮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，并有助于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5到10个百分点。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包括全麦面包、藜麦、燕麦、芸豆、扁豆、豌豆、蔬菜、水果等。平时可以多吃一些，在你的饮食中加入更多这些类型的食物。第四，多摄入含植物甾醇的食物。植物甾醇也是一种有益的物质。植物甾醇主要是存在于植物性食物中，特别是坚果、种子、植物油和一些谷物，类似于人体内的胆固醇。植物甾醇可以在肠道内与胆固醇竞争性的结合，从而减少胆固醇的吸收。它们抑制肠道中胆固醇进入到循环系统，减少了胆固醇在体内的总吸收量。这一竞争性的作用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水平，从而减少动脉内斑块的形成，降低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虽然坚果、种子、谷物富含植物甾醇，对于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的益处，但也需要注意适度的摄入，以避免过量摄入对胆固醇的平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第五，喝低脂牛奶和益生菌酸奶。选择降低胆固醇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放弃自己喜欢的一切，只是要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乳制品对人体有益，但建议选择低脂牛奶或者是豆浆，因为全脂牛奶含有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较高。也可以多喝含有益生菌的酸奶。益生菌是肠道内健康的细菌，有助于肠道对胆固醇的消化吸收，从而降低血中胆固醇的含量。第六，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。你不仅要知道吃什么，更重要的是怎么吃更健康。烹饪肉类时应该去除多余的脂肪，这有助于获得蛋白质，同时减少脂肪的摄入量。烹饪方式应该以煮、蒸、炖为主，减少油煎、烧烤等的方式。做菜时要少盐、少糖、少调料，以清淡、原味、新鲜的食材为主，少吃加工食品。第七，用健康的植物油代替动物油。当确实需要添加脂肪用于烹饪、烘焙或者是煎炸时，请使用健康的油，而不是黄油、起酥油和猪油等富含饱和脂肪的油。健康的油主要指富含不饱和脂肪的油，以植物油为主，包括橄榄油、葵花籽油和亚麻籽油等。第八，每周吃一顿纯素食。建议选择1周的1天来吃纯素食，可以吃燕麦、藜麦、全麦面包、红薯、玉米、蔬菜、水果等，不必成为素食主义者。天天吃素食，因为长期的吃素会造成营养不良，反而会增加脑梗的风险。第九，减肥、戒烟、戒酒。减肥和戒烟是降低胆固醇的重要途径。戒烟可以提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，减肥可以显著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。酒是高热量高糖的饮品，长期的饮酒不仅会损害肝脏，影响脂肪代谢，造成胆固醇升高，而且会引起肥胖。现实中长期饮酒的人大部分有啤酒肚，增加脑梗死发生的风险。第十，坚持运动锻炼。运动在降低胆固醇水平方面也起到重要的作用。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体质，减少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，增加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。运动可以改变低密度脂蛋白的颗粒的大小，从而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通过让你的身体保持活动，可以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益处。理想的情况下，希望你可以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体育锻炼，也可以将锻炼融入到日常的生活，比如上楼走楼梯而不是坐电梯，骑车坐公交车或者是地铁上班而不是开车。即使你只是比平时走得远一点或者是久一点，额外的活动也将是朝着健康方向迈出的一大步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对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整。首先是要减轻压力，保持充足的睡眠。压力和缺乏睡眠也会影响血脂代谢，影响胆固醇的水平。以上讲的10种降胆固醇的方法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但是真正能够坚持长期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？记住，长期坚持是成功的关键。
选择正确的方法可以帮助你长期达到维持良好胆固醇的目标。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